你们凡间是搞飞升促销吗？买一送一？别怪我啊，仙界编制满了，末位淘汰，懂不懂？你们上来一个，我就离扫厕所近一步。主人右边，那个光特别亮，快，左边又冒了一个。后面，这个偷摸的，主人你今天手感也太好了吧？就这点人还不够我热身的。阿荣，这个人会发金光哎，看你主人我收拾他。主人，别，这个不对。啥？怎么回事？怎么一时间就变天了？没事的，主人，我保护你。桑妖，司命大人，我的尾巴，主人，我尾巴糊了。你刚才劈下去，是历劫3000年今日归位的战神墨川，你一雷把他劈进畜生道了。完了，厕所不用扫了，我要直接下去陪战神了。天规第4条，误伤归位神格者，削去仙籍，打入畜生道补其结束。不要，我跟主人一起去。阿荣，等我回来。主人，等我。倒霉战士，你等着，我家主人不是故意劈你的，这账咱们下凡慢慢算。好痛啊！还好，我还活着。主人，我来啦！南山妖域边缘，司命的命簿上是这么写的，主人一定在那儿。主人的味道越来越近了。主人啊！这是命骨，他是那个被雷劈下去的战神。战神，你吃？滚出去！我们这雷不会给战神腿都劈废了吧？主人，唉，如今2只豹子，一只懒鬼，一只残废，加我这只可爱的灵兔，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苦逼的养豹日常开始了，唉，尾巴还是焦的。你吃兔子你还囤？你是有多怕饿死？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吓傻了？你见过囤果子的兔子吗？兔子囤的应该是草，你懂不懂？你再啰嗦一句，我把你介绍给我家黑豹，他喜欢吃活的。就知道这招好使。剥皮，主人你自不会剥，你现在是豹子，豹子吃东西应该是连皮带肉一起咬的，哪有豹子让人剥果皮的？但你剥的比较好吃。唉，谁让你是我主人呢？往后每天我几乎都会出去找草药给主人吃。他居然在研究寡子怎么码的，一只豹子研究这个做什么？不过这倒是个机会。墨川，今天我给你上课。第一课，兔子可以吃什么？这个可以吃，青草可以吃，这个不能吃。为什么？因为兔子不吃枯叶，哪有为什么？就像豹子不吃石头一样。吃。你在逗我？你一只豹子，你居然在逗我！你让我吃石头，你吃一个给我看看。你教的，兔子不吃枯叶，豹子不吃石头，但你让我吃果子，果子也不是豹子吃的。你笨！你说谁笨？你才笨！你全家就是个天庭，差点骂了战神全家，好险！好吧，我收回，你不笨，但你下次别叼石头了，叼石头伤牙。下凡第4天，主人今天翻了3个身，创纪录了。黑豹的腿还是很歪，但他不让我看，装什么装？
谁没见过瘸腿豹子？他还给我叼了老鼠，我可是灵兔，不是野猫。下凡第6天，黑豹今天给我叼了青草。它是一只豹子，它居然知道把草摆整齐，太好笑了，我笑了好久。它发现我在笑，把草叼走了，我又笑了更久。下凡第8天，黑豹嘴上叼着一朵紫花回来，它放在我面前，我吃了，是苦的。它居然嫌弃地看了我一眼。有脚步声，很沉，2只脚，一步一顿，不是野兽。主人，主人醒醒，有人来了！脚步声很沉，不止一个人，主人！放开我，放开我！是兔子，肥的！松口！畜生！按住他！这畜生疯了！叉子给我！滚！快走！还有一只豹子，2只，快走！他们应该走远了。莫川，别动！你是被我和主人劈下来的，主人被削了纤维打入畜生道，你也被打进来了。你们2个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有我记得，只有我知道为什么你们变成这样，为什么主人是粉豹，为什么你的腿是瘸的，所以我会代替主人保护好你的。哼，那片月光和我的银纹是一样的光。就一下，我就试一下，把所有的暖都推过去，哪怕只融化一点点。莫川，我会治好你的。他在把自己掏空，撑不住了，真的撑不住了。好暖和。待在这里，别动动。笨豹子，你要是有个3长2短，以后谁帮我打架？不会有什么3长2短的。没用的，放弃吧。都没试过，你怎么知道没用？你看，有用。是你治的，不是草。莫川，你的腿是怎么伤的，你知道吗？天生的。不是，是被天雷劈的。不是普通天雷，是天规反噬雷。那道雷劈进了你的命骨，命骨连着神魂，所以凡间的草药治不好，能补命骨的只有本命灵光。你相信我，我会帮你治好的。我相信你。月圆了，今晚的月光比上次更亮，应该能填更多。你把腿放进溪水里，就不会那么疼了。裂缝又宽了，猎人那次撞得太重了，这次会很痛，你忍忍。月光，把月光都推过去。再坚持一下，这道裂缝比上次又宽了一点，猎人那次撞得太重了，我多想填一点。他的光在消失。再推一点，还能再推一点点。好小，小到我能把它整个盖住。慢慢来，不急，他把自己掏空了，为了我。安心睡吧。冷。我怎么会在他怀里？我怎么在你这里？你是不是？你昨晚我是不是滚过来的？肯定是！我睡着之后不老实，你是知道的。你说是就是吧？你昨晚是不是给我捂了一夜？吃。笨豹子，兔子吃草，兔子吃草！你见过哪只兔子吃老鼠的？你是不是以为嘴巴比你大的都得吃肉？
吃这个，他不喜欢。我不是嫌弃你，你猎得很好，真的。能抓到老鼠，说明你的腿恢复的比我想的快。你看，你的右袜腿落地的时间比前2天又长了半拍。但我是兔子，我吃草，所以你下次给我叼青草，记住了吗？他叼了青草。这次应该没错，青草，他说的青草，吃。谢谢，得留着，以后他回到天上的时候，应该不会记得一只兔子喜欢吃什么草，但没关系，我记得就行。草不是吃的吗？但他想存就存吧。他的名字，用共通语念的时候，耳朵翘起来是这样的：阿荣。他的名字，这是他的名字。这是什么？昨天晚上还没有这些。这些划痕是什么？有野兽来过？不是野兽，是你的名字，但我不说。主人，起床啦！太阳晒到尾巴了。主人，你今天必须出去走走，你都躺了多少天了，肌肉会萎缩的。你现在站起来，我都怕你腿软。太远了。什么太远了？太阳就在门口3步路，你连3步都不愿意走。好累。你什么都没做，你累什么？你今天连翻身都是我帮你翻的，你说你累，你累在哪儿了？想翻身这件事本身就很累。主人，你再这样我就……你不会的。主人，你是豹子，你是豹子，不是蛇。你见过哪只豹子用尾巴卷果子的？现在见过了。主人，你知道凡间最强的功法是什么吗？什么？动起来！你看黑豹他每天练腿，他的腿被天雷劈坏了，但他每天练，现在能着地了，能走了。上次猎人来了，他还能扑。你呢？你身上没什么大伤，你站起来走走行不行？阿荣，你知道凡间最厉害的功法是什么吗？什么？躺着。那不是功法。你看那只黑豹，每天练腿，练了多久了？腿还是歪的。你治了多久才正回来？他急，他拼命，他用力，有用吗？治腿的是谁？是你。用的什么月光？月光需要用力吗？他自己会躺进来。所以最厉害的功法不是动，是不动，让他自己来。可是没有可是，懒也是一种修行。你当灵兔的时候没学过吗？兔子不也天天蹲着？我是灵兔，不是凡兔。灵兔也是兔，兔子天生就该蹲着。你太小了，不懂，以后你就懂啦。能躺着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站着？他说的不对，躺着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有些问题要叼青草才能解决。有意思。西坡的最大的那颗，吃。你从西坡回来的，让我看。骨头正了，但肌肉硬成这样。他今天走了多远？你今天至少走了1个时辰，腿还没好全，明天不准走那么远。西坡太远了，全是碎石，对关节不好，听到没有？唉，一看就是个不听话的。他明天还是会去西坡的。晒暖了，翻个面。什么东西？阿荣，主人，你没事吧？你问的是我有没有事？他后背在流血，他问我有没有事。谁敢动他？三道都在渗血。主人，你没事吧？我没事。主人，你不是懒吗？你懒到3步路都不愿意走，你倒是扑得快。你扑什么扑？你后背上那3道口子3道，你知道这样多久吗？你好吵！我说你受伤了，你嫌我吵。皮外伤不深。你怎么知道不深？你又不是医仙。你再吵我就不让你舔了。最暖和的地方，心跳好稳，主人身上好暖和。那你别走。主人，等你以后想起来了，别怪自己。我来养你们，是我自己选的。从飞升台跳下来是我自己选了，我没后悔过，1天都没有。
今天摘的果子比昨天小一点，东坡的还没熟透。沈节殿的符为什么会出现在凡间？你这跟天庭画飞升台警戒线有什么区别？有用。有用什么用？上次猎人不还是进来了？这只豹子什么时候学会用行动堵我嘴的？你也是兔子？算是吧。你住在这附近，这片山以前没有兔子，豹子的气味太重了，我们都不来。但前几天有人说看到一只兔子往这边跑，我还以为他看错了。我的确住在这里。你不怕豹子？这山里有2只豹子，一只黑的，一只粉的。黑的那只最近天天巡山，拿我们北坡的铁脑根全踩坏了。你养的？2只都是我养的。你怎么做到的？教教我，我也想养一只。豹子太大了，养个山猫就行。养山猫的第一步应该是先找猫仔，对吧？猫仔比较好训。完了！滚！豹子，我的豹子！救命！那只兔子真的疯了！你干嘛？人家就问个路。它是个有梦想的兔子，你拍什么爪子？你吼什么吼？它耳朵差点被你震聋了，你知不知道？你是不是不喜欢有别的兔子靠近我？我跟同类说句话也不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我的。我不是你的，不是你的猎物，不是你的地盘。我是一只独立的、有自主意识的，在天庭有编制。不对，现在没有了，但我是自由的。你不能用一句我的就把我划在尾巴圈里。我要去找那只灰兔，你吓到它了，我得去道个歉。它不会喊我回来，但它会跟在后面，3步，一直在。我在这里，够了，知道它在这里就够了。他在外面守了一整夜，没有逼我出来，只是等着，还叼了青草。你为什么赶走那只兔子？我的。他说的是我们的家，不是同伴，不是其他的什么。我在怕什么？我居然不讨厌他。你知道你以后是要回天上的吗？到时候你不再是这只拖着瘸腿叼青草的小黑豹了，你是9重天的战神。南山洞粗里的兔子算什么呢？青草算什么呢？树洞外冻了一夜沾的那身露水算什么呢？这草不错，哪儿找的？阿荣，这天太热了，走，咱们出去凉快凉快。主人，你终于舍得动了，你主动要求出门。天哪，我要记住今天。别废话，跟上。主人，你走慢点，你平时3步路都嫌远，今天怎么？今晚不对，骨缝里有东西在动。主人，你泡水就泡水，别见我。骨头里有光在爬。阿荣，我感觉我不对劲。主人，你要化形了。什么？主人别怕，这是化形，灵力潮冲破肉身桎梏，你忍一下。好美，比天庭那次还美。有没有吃的？主人，你变回来了！主人，你这兔子怎么比我还激动？等等，我怎么觉得我好像认识你很久了？主人，你别讲，别想，反正你是我主人，一直都是。行吧，虽然我不记得了，但你这只兔子叫我主人的时候，我听着挺舒服的，比晒太阳还舒服。暗金色是它的灵力，它的腿，那条腿。在那里。我的，我说过了，我的。不会，他喜欢在我这儿。你等一下，我还没报够。过来。我已经被你抱过来了，你还喊什么过来？你是说这个已经在……算了，你刚化形，人话还不太会说，慢慢练。你的兔子，它一化形就冲我喊主人，你耳朵不聋吧？你是后来才进洞的，它先认识的我，而且它叫我主人，叫你什么？叫你笨豹子，对吧，阿荣？你能不能别像个老妈子似的？行，我先回去，你俩慢慢来。它是兔子的时候你就这样，等它化了人形你怎么办？人形，他的人形。这2个一个比一个麻烦。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桑妖说的，你叫他主人，叫我笨豹子。那是我随便叫的，不是骂你，就是你有时候确实挺笨的，叼老鼠啊，叼石头，但也不是真的笨。阿荣，你怎么知道我叫阿荣？桑妖叫过，每天都叫，记住了。笨豹子无所谓，但阿荣不是笨豹子，阿荣是……不用说了，你的词汇量有限，等你能说完整句子了再告诉我。知道了，等我能说完整句子的时候，第一个告诉你。有意思。主人起床啦，太阳晒屁股啦。别动，你这兔子身上真暖和。再动我就把你藏起来，不还给那只黑豹。你不还，它会把整个洞的柴都劈完的。让它劈，反正它不劈柴也会劈别的。中午了，他还睡着。你干嘛？中午了，所以呢？不是，你倒是给个理由啊！中午了跟我兔子有什么关系？你是不是觉得它跟我睡太久会变成我的兔子？它本来就是我的。你说完了吗？他在我怀里。好了，早好了。你每天查了7天，它不会突然裂开的。见到7天了，每天查一遍，不是不放心伤口，是想碰它。猪。习惯了。阿荣，你这手艺，你去凡间开个梳头铺子都能赚钱。叫你少睡觉，头发都打结了。你知道这个结我梳了多久吗？从天庭梳到凡间的那种。说的好听，反正你梳头发的时候最开心。以前在天上，别想了，想不起来的事说明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有一头打结的头发，我正在帮你梳，这就够了。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谁以前也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以前当豹子的时候也这么疯，以前更疯，现在至少不会吼了。大概他现在不吼，他现在劈柴，你觉得哪个更吓人？劈柴，因为他劈柴的时候表情是平静的，平静的毁掉一根木桩，比愤怒的吼一声可怕多了。主人，你干嘛？主人，救命！错了，你的，真是你的，我就是想试试他到底多在意。结论是非常在意。不过说真的，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他看你的眼神不太对。没什么关系。他兔子我是不对，他是战神我是灵兔不对，他现在是人我也是兔子，我刚才是对不起我桑妖，你等我，我要去洗脸。别每次都用抢的，你就不能学怎么好好跟我说？桑妖，阿荣今晚跟我睡，不行吗？桑妖，阿荣今晚跟我睡。行，你赢了，去吧。你这个人，你刚才那句话是桑燕教你的，你能不能自己动脑子想点新的话？在这里，我的。化形之后喝水方便多了，不用再趴下去舔了。新的，又一道银纹。不对，我怎么化形了？银纹和它尾巴上的一样。你要化形了，阿荣，你要成人了。你看，你耳朵上这个纹跟你尾巴上的一样，这是化形征兆，对不对？兔子化形你会变成什么样子？是不是耳朵还会留着？主人，你小声点，会被听到的。被谁听到？莫川，他看到不是更好？不好。你在怕什么？他的眼神，主人你不知道，他看我的方式，从我还是兔子的时候就那样了。阿荣，你变成什么样他都要。他每次巡山回来，第一件事找的不是我，是你。人跟兔子一样，不管你化不化形，你都是我们的兔子。你变成人也一样。又缩起来了，和树洞那次一样。化形还早，不一定，可能是蹭到什么东西了。别压着，压着会疼。你喜欢他？你不反驳啊？不反驳。你知道他为什么叫你笨豹子吗？不知道。因为你真的是，你每天巡山劈柴叼青草，在他树洞外面守一夜，你以为他不知道你什么意思？他都知道，他就是不敢信，他怕自己信了之后，哪天你不要他了，他就没有地方去了。我不会不要他，走多远都会回来。他不用信我，他看就行。你劈不过。你等着，
等我引灵诀练好了，第一道雷就劈你。压下去，压下去就不化形了，压下去他就不会看到。你在做什么？没什么，月光太亮了，刺眼睛。不想化形就别化，兔子也行。你不懂，化形之后很多事会变。你不说，我不懂。这道光，暖的，亮着也不难看。你别说话了，再说话我真的扛不住了。阿荣给的炼法单方，有些东西还真不好找。前2位南山有，朱随藤只有青崖有，那里有妖兽。我去采朱随藤。你疯了？青崖那边有妖，不是山猫老鹰那种小东西，是开了灵智的妖兽。你连兵器都没有。我有刀。你那叫刀，你那叫刀片长了吧？在听，每次都在听。他看的不是丹方，不是洞口，是他的耳朵。青崖，他说青崖。你要是担心他，就跟去。他不让我跟，早上说了，青崖太危险，兔子不能去。阿荣，你养了他那么久，他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他上次说兔子也行的时候，你在山泉边想了什么？他走之前看了你一眼，不是看我，不是看丹方，看你。他那只笨豹子拿一把破刀去打妖兽，还在看你，你懂我意思吗？拿一把破刀，还在看我。妖兽1人高，抱手迎身。他的刀断了，还在站着。阿荣，他在找我，还在找，压不住了，也不想压了。他在等我。我化形了，退后。是他化形了，为了救我，记下了这个画面，不会忘。如果我再晚一步，如果他真的挨了那一爪子，你能不能别每次都这样？上次是猎人，上上次是鹰，这次是妖兽。你是有几条命？你有几条命够你这么送的？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你不是兔子了。你还有心思看这个？上次你说我疯了，腿不要了，现在我把那句话还给你。你把自己的化形压了这么久，如果今天我没来这儿，你还打算压多久？我怕变成人之后，你不再需要我了。我需要的从不是兔子，是你。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种话的？没学。你又在敲手指。走了，桑妖等药。你别转移话题，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我需要的从不是兔子，是你？这句话在人类语言体系里有很多种解释，你知道吗？你怎么不说话，笨豹子？说话！知道，就是兔子没了。右腿慢了一点，和瘦身时一样，疼了也不说。墨川，你的腿是不是还不太舒服？没有。还行。他在看，和青岩之后每次一样，在确认我在。我问你个事儿，你为什么一直叫我主人？几百年了，迟早要说的。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主人，你每次都排在末位，
每次月底考核，你的名字都在名单最后一行。那年冬天，你被警告了6次，再末位一次就扫厕所，扫厕所就不能养灵兔了。飞升者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大，你作为审核仙就把飞升者都批下去了。这听起来确实像我干的事儿，但你还没说重点，你自己，你是我的兔子，然后呢？我们怎么下来的？因为你批错人了，最后那天你差1个就够业绩，但那个人的灵光是金色的，不是普通飞升者的淡金色。我让你别批，你没听清，引雷诀正中他的头顶。那个人是你，战神墨川，历劫3000年归位日就在当天，被你一雷劈进了畜生道。所以你的腿不是天生瘸的，是被我的主人和我劈坏的，我和主人一起犯的错。那你为什么要下来？你一只兔子，为什么要追下来养我们？你留在天上不好吗？有吃的，有喝的，没有豹子咬你，没有鹰抓你，你为什么要跳下来？因为你是我主人，他在天上被我们害了，你一个人下来补劫，一只豹子没有灵力，连站都站不起来，我不来，谁养你们？不是好心，是愧疚，他觉得欠我们一条命。行，知道了。你说你是来赎罪的，那你治我腿的时候也是在还债。你叼青草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了，但我说不出口，因为一开始确实你不欠我，一只兔子不欠一只豹子任何东西，但你既然来了，就是我的。你知道这句话在人话里是什么意思吗？知道，你的都是你的，但你是我的。我去找点水，你们别趁我不在干奇怪的事。主人，什么奇怪的事？我们不会。手很凉。灵力用完了，正常。以后别压着。知道我就是那只站在桑瑶肩膀上喊加油的兔子，但它还是本能了，不是选择。阿柔，你以后别叫我主人了，叫了那么多年，忽然不让叫，你肯定不习惯。算了，随你吧。好的，主人。主人在练引灵诀，偷偷练的，拇指还是太紧了。主人，喝水。你起这么早干嘛？我每天都起这么早，你以前可不起这么早。你管我？引灵诀的手法错了，拇指往内扣半寸，无名指和小指捏太紧了，灵力进不来。你怎么知道？你也练过？我在天上看了你练了几百年，你每次都错在同一个地方，改不掉。行了，你去忙你的。阿荣，你在天上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主人，你不是不想知道以前的事吗？以前是不想，但现在我想知道。你说我叫桑妖，是我自己感觉到了，但别的呢？我住哪里？我每天做什么？我对你怎么样？你的寝殿在9重天边缘，地砖是劣质仙石，踩上去嘎吱响。你总说天龟司故意给你最差的砖，因为你每次都末位。冬天寝殿很冷，你每次做下批命证的时候，我就窝在你袖子里，你拿笔的去手动一下，我就被晃一下。有一次我发烧了，灵兔很少生病，但那次真的很严重，灵寿司说没救了，是灵脉退化。你跟灵寿司的仙官吵了一架，你跟上司吵架从来都是为了末位淘汰的事，那是你弟为了别的事跟人吵架。后来呢？后来你每天晚上把灵力渡给我，你自己灵力本来就不多，每次都渡到手指发抖才停，渡了几个月，我没死，我现在在这里。我叫你什么？在天上的时候，阿柔。不过你给我起的全名是凝柔，凝聚的凝，绒毛的绒。你说凝是凝聚的意思，把月光凝在绒毛上，你就是我的月光。名字起的还行，不丢人。在西边洗药材。今天第几次了？进洞第一件事找兔子。哼！别动我，我就借他说句话。这只豹子，化形了，占有欲完全没变。阿柔，你以后可有的受了，剩一弯细沟了，从满月变成残月。你最近是不是又用灵力了？没有。给墨川？你觉得我懒就以为我瞎？你每天晚上等他睡着以后都看见了？没有。阿荣，你跟我说实话，渡出去的是什么？本命灵光，用完了不会回来。还有多久？不知道，每次渡的量不一样。你在天上帮我算了几波年末位淘汰的概率，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现在你跟我说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欠他的？欠到可以把命搭进去？以前在天庭的时候，你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兔子了，你罩我。后来你被萧仙急，我站在飞升台上看着你跳下去，我得追上去，因为你是我主人，我不追的话，这世界上就没有人帮你裹皮梳头，在被窝里当爆粉了。不是因为欠他，是因为你在这世上2辈子都是。
睡着了，呼吸很稳。他什么时候醒的？看到了。你又度了？没有。你的月纹比昨晚暗了，别度了。你的灵脉还没稳。腿已经好了，不需要。不是腿的问题，命骨被天雷劈裂过，化形只封了外层，内核还有一道暗系。我是你的大夫，你需要月光稳命骨，等命骨完全稳了我就停。你干嘛？我不需要人手。手，你度了灵力，很虚弱。如果今晚有野兽，墨川，如果有一天，我是说如果桑溪不懒了，你觉得他会是什么样子？每天早起。太可怕了，想象不来。如果有一天你不用巡山了，不用劈柴，不用打猎，不用守夜，跟你说过了。你最想做什么？除了这个呢？没了，不需要别的。你怎么这么好说话？不好说话，只对你好说话。最后一个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没有这个如果。不能失去。他说的不是怕失去，是不能失去。知道了，没有这个如果。阿荣、宁荣、桑妖灵兔，司命大人，墨川归位的代价你应该知道了吧？补解体以本命灵光填缺空，战阶位者魂散。青崖那一战也是。我没有逼你，你是自己跳下来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你额间的月纹就是补结契约的印记，它每亮一分，墨川的命格就完整一分；它每暗一分，你就离魂散近一分。它不是你的灵纹，桑田知道吗？是补结账刻在你身上的收据，你的主人不知道。你的灵光已经耗了大半，剩下的够填完最后一段。什么时候填满，什么时候归位，账不会错。如果我撑不到最后呢？他不说，因为说出来之后，这盘棋就不好下了。下一个是桑烟。不能说，不能告诉桑药，不能告诉墨川，我自己知道就够了。如果有一天你不当战神了，你想做什么？跟你待着。我先去睡了。你能不能移下头发？不用。你每天披头散发去巡山，树枝会挂的。挂到过，扯断了。那你还说不绑？哼！低头。没关系。我的手艺主人认证过的，主人的头发以前都是我梳的。行了，今天先这样，明天我给你编个更好的。不好看，第一次编人形头可能有点歪。好看。一个好看你脸红什么？你是灵兔，活了几百年的灵兔，被一个刚化形没多久的人说好看，你有什么？有人在看，不是墨川。还剩10几天，不想算。阿莲，桑妖的灵兔，补解体，以本命灵光填墨川的亏空命格，额间月纹还剩不到2成。你是谁？胡庆，前天龟司沈杰仙，3道疤1道雷，每劈1道雷，沈杰仙就得站在被劈者旁边记录命簿。你们在天上玩打地鼠的时候，是别的沈杰仙在帮你们记命数，他们不敢说，因为玄硕压着，但我敢。我查了，我审了300年的劫，每一笔账都是谁替谁死。天庭把我打下来，这300年来，归属我收集了每一个补解体的残片。首山童子青石，补7劫魂散，所补者凌霄仙君；仙世落霜，补1劫残魂，遣散凡间，所补者碧水元君。他们都是替飞升者补劫补到魂散的灵物，名字被天庭抹掉，因果被天策删除。除了我手里这些碎片，没有人记得他们存在过。你也会和他们一样，归位日魂散，名字被抹掉，墨川的命簿旁边附一行小字。你不怕？怕？怎么不怕？但我现在更在意辉儿、青石、落霜，他们的名字就这么没了吗？没有人知道他们替谁补过劫。如果我的灵光反正都会耗尽，那与其被天庭继承合理损耗，不如自己把名字写进功德。明天傍晚，我会带补劫账的原本过来，把你那2个主子也叫上，他们有权知道自己走的每一条路底下埋着多少骨头。阿荣，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把名字写进功德，我替辉儿他们记下了。辉儿、青石、落霜，我替你们记下了。明天把名字写进功德。你脸色不对。没事，西边看到一只鹿，吓了一下。他在说谎，鹿不会让他脸色发白，但他现在不想说，
我等。手指还在，但光晕越来越薄了。明天还能看见手指。明天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站在主人身边。听到了，明天我跟你一起来了。沈洁灵力，补结账的事，你的2个主子还不知道对吧？补结账？你说的补结，这跟阿莲有什么关系？你是桑妖，前飞升审核处末等仙，你在飞升台上劈了19个普通飞升者，第20个是战神墨川，你被萧仙级打入畜生道，这些你自己知道。但你知道你劈下去的那19个普通飞升者，每一个成功飞升之后，都有一个灵兽替他们补结，补到魂散吗？你是沈洁仙？前天归司沈洁仙，在凡间游荡了玄硕，大概跟你说的是几年，实际上是300多年。他连时间都不记得了。你和玄硕以前是同僚，沈洁殿和司命殿在同一层，每天路过，仅此而已。你的银纹和这些碎片是同一个契约格式，补结契约天规第4条的标准格式，每签一个补结体，命簿上就多一道银纹标记。魂散之后，银纹碎裂，碎片散落在飞升台底面。我用了300年，一片一片捡回来。你一个人捡的？对，一个人，没有人帮我。沈洁殿的同僚不敢，天龟司的同僚不愿，凡间的声明不懂，我一个人，1节枯骨，3卷天书，照命进阵，不是幻境，不是商量。天庭欠那些小东西什么，你们自己看。你画的这个阵，如果里面不是幻境，那是什么？是命簿上被藏起来的因果。玄硕拿补结账压过太多的人，这举证，你们3个每一个都被他藏得不完整。这个阵补全，进去之后会看到什么？你欠他的命，他欠你的命，你们的命怎么被玄少记上补结账的，一笔一笔全在上面，还打算继续瞒着自己是最后一天过活吗？有人等了1000年，没等到回头，我不替他们看，谁替？战神，我劈的是战神！滚出去！他从石缝挤进来，叼着没熟的野果，他在吼他，他没走。这是阿荣，这是他最后的结局。因为他不想让你愧疚，你在天庭当了他几百年主人，你每次偷懒他帮你打掩护，每次末位淘汰他帮你算概率，现在轮到他自己要死了，他还是会帮你打掩护。不是你不够好，是你太好，好到他舍不得让你知道。他从来没告诉我，他每天晚上渡灵力渡到月纹都快没了，他从来没告诉我。他说没什么，过几天会恢复的。他在笑，和第一次吃青草是一样的弧度。他在笑。别看我，别看我。他笑着说别看我。不是灵力，是命数。他读的是命。说了你还会吃吗？他怕你知道果子是从崖壁上摔下来摘的，你就不会吃了，所以他不说。他连伤口都是背对着你舔的。每一口甜果子，每一缕月光，每一步路，都是他的命。战神，你站起来的每一步都是他拿命铺的。我和他们一样，没有名字。你以为自己在赎罪，其实你只是天庭补结上又一个没有名字的耗材。你觉得自己欠墨川，你也确实欠他，但你欠的不只是他。飞升台上你喊的每一声加油，都建在那些无名者的银纹碎片上。我知道，从西边你说出补结体3个字的那天，我就知道了。我不是例外，我只是还没轮到魂散的耗材。那你打算怎么办？阿荣，如果我的灵光反正都会耗尽，那与其被天庭继承合理损耗，不如自己把名字写进功德。不只是我的名字，是所有人的。辉儿、青石、落霜、白尾，每一个。果子，你从崖壁上摔下来，血顺着腿淌。你把果子带回来说吃，你从来没告诉我，以后不要瞒我。好。禁阵里的残魂不止我一个，灰鼠在等主人回头，落霜攥着枯叶等了上千年，他们不是个案。飞升陪下全是当成耗材的无名生灵，补结账不只是我的账，是所有人的。如果我要还债，不是只还墨川，是还他，还那些被我喊加油劈下去的人。我喊加油劈下去的人，那些雷是我劈的，他喊的加油，我们的因果。算账的时候，算我一份。这里的画面不是用来让你们哭的。300年补结账，明天我会带过来，你们有1天时间决定，是继续当耗材，还是把账本先给所有人看。还有一件事，补结账不只是你们的账，玄硕自己也欠着一条命。雪雕白尾补了12节，魂散。没有补结体。他的补结体蹲在沈绝殿门口等了他几百年，
他每天路过，每天不看。他在，和每次一样。墨川，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没有不管，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在翻开之前，有件事你得知道：补劫杖已经嵌进了飞升规则的底层，和所有神仙的命簿系统绑在一起。天道本身是规则的集合体，但你的神光是九重天唯一没沾过补劫杖的光。历劫3000年，没有一只灵兽替你死过，没有一笔补劫杖附在你名下。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样吗？你是天规体系唯有被补劫杖污染过，天道路命部自己改的规则，你可以从外面替他改。怎么救？这不是我编的理论，这是300年来我审过的每一笔补劫杖推吐出的唯一结论。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样吗？你是天规体系唯有被补劫杖污染过，天道路命部自己改的规则，你可以从外面替他改。怎么救？这不是我编的理论，这是300年来我审过的每一笔补劫杖推吐出的唯一结论。灵属灰耳，补3劫，魂散。所补者，清虚真人，现居9重天东殿，任丹元司长司。清虚真人，他现在还在丹元寺炼丹。在。守山童子青石，补7劫，魂散。所补者，凌霄仙君，现居瑶池西阁，掌仙乐司。没有人知道青石那个守山童子在他的仙山基石缝隙里魂散之前问的最后一句话是：主人，你是不是真心的？先是落霜，补1劫，残魂，遣散凡间。所补者，碧水元君，现居天河渡，任渡船引仙使。落霜攥着一片枯叶等了上千年，碧水元君自己都不记得了。落霜攥到魂散。雪挑白尾，补12劫，魂散。所补者，天龟司次座玄硕。玄硕也有补劫体，他自己用了别人的命，然后把这套规则写进了天规第4条。飞升台底下每一笔补劫杖都是从他那里开始的，不是因为他是始作俑者，因为他的补劫体是第一个魂散。白尾之后，天规第4条变成了惯例，从个案变成了制度。白尾，他知道他在等的人就是司命本人吗？知道，但他以为玄硕不知道，因为玄硕从来没有低头看过他。他蹲在审结殿门口，从早上等到晚上。玄硕每天路过2次，上午进去，傍晚出来。他为什么关？他不是不在乎白尾，他是太在乎了，在乎到不敢看。因为他是天龟司次座，他自己定了规则，补劫杖不能改。如果他承认白尾是他的补劫体，他就必须让白尾继续补劫，补完12劫就魂散。规则是他写的，他没办法破。灰耳、青石、落霜、白尾，每一个，我的劫不要他替我还。你是想废了补劫杖？我不管天庭要什么，他要魂散，我不归位。等一下，这个阵有另一个功能，如果我把最后的本命灵光打进阵里，那些被抹掉的名字会回来。阿荣，主人，听我说完，你归位，我会魂散，我把灵光打进去也会魂散，一样的结局，但意义不同。前者是补劫杖上记的消耗，被动无声，被天庭继承合理损耗；后者是我自己的选择。这样，灰耳、青石、落霜、白尾，他们不再是耗材，是被记住的人。你也说了，我不归位，你也有你的选择，但我选的是不让他魂散，任何人，包括你。但你一个人能挡多久？能挡多久挡多久。我不是天规体系里的变量吗？吴沁说的，只有我能从外面改，那就从外面改。也许你就是玄少等了很久的那个变少，不是他在等的，是制度在等的。一个不靠别人命铺路也能登天的战神。你知道，你是第一个在看过补劫杖之后说我不归位了的飞升者。什么？ 100年，不对，几千年，你是第一个。昭明镜阵里那个画面，把果子带回来说吃。现在我知道了，谁先把灵光打进去，对方就不用归位。我们在抢同一个出口。改再多单方也改不了补劫杖上的名字，但我必须做点什么，不做的话我会疯掉。灰耳、青石、落霜、白尾，和兽身时期一模一样。不管他是豹子还是战神，他的耳朵永远在听我的方向。妖室最深处那家店的老板娘用凤凰血调过的朱砂，能稳固阵符，增强灵力传导效率。以前在天上的时候，主人总说我的爪子太短了，连仙台木剪都翻不动。现在倒好，变长了，变好看了，会用筷子了，会熬药了，会拿刀了，还会握他的手了。
要是能再握久一点就好了。我在怕什么？不是怕死，是怕有些话来不及说，有些人来不及握，有些青草来不及吃第二遍。那荧光不是灵力残余，不是阵符反光，是他从化形之后就一直藏着的本命灵光，藏了那么久，藏过了每一次渡灵力，每一次化阵，现在他把最后的那一部分也释放出来了。他在把最后的本命灵光打进阵里，他要恢复无名者的名字，代价是他的魂散。燃瑶，你想都别想！你什么时候买的朱砂？你什么时候改的阵？你一个人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因为告诉你们，你们会拦我。我知道你们会拦，你们已经拦了我太多次了，这次让我自己来。不可能！你们的罪都赎清了，墨川本就无罪。主人，你欠的战神结束也已经补完了，但飞升台下那些残魂，他们等主人回头等了1000年。这些人欠的不是你们的命债，是因果债，是我当年做错事的果。主人，你当年在天上乱劈人，是我在旁边喊加油，那些人掉进恶道也有我一份。你欠的你再还，我欠的我还没还。他不是要跟我对着干，是他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会用行动，用身体挡在危险面前。当豹子的时候就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墨川，你记不记得你当豹子的时候第一次叼青草给我吃？那时我就知道你是一只很好的豹子，不是一个需要被人用命铺路的战神。如果我用我的命铺你的路，那我就成了第二个玄少，拿别人的命换战神归位，和被人拿别人的命铺自己的路没有区别。所以这次让我做我的事，不是因为我不在乎你，是因为我很在乎。我不想让别人的命换你的功德。不行，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还要干什么？他不是要阻止我进阵，他是要在归位金光下来之前，先把补劫杖的清算引到自己身上。如果他先归位，这样会消耗他嫉妒灵光，他会带走我的。但如果我先把灵光打进进阵，我就彻底空了。到时候金光照下来，这样会直接收走我的魂。他在抢时间，不是跟我抢，是跟补劫杖抢。墨川，你住手！你归位了，我就永远记住，补劫杖上每一笔耗材都是因为战神归位消耗的。你当不成你那只叼青草的豹子了。墨川，你知道吗？你在树洞外面守了一整夜那次，我其实没睡着。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你不当战神了，你最想做什么？你后来在洞口告诉了我答案，你说跟我待着，我也想跟你待着，真的。但前提是你是我养的那只叼青草的豹子，不是踩着灰耳、青石、落霜、白尾踩着我的名字归位的战神。所以，算我求你，别让我变成耗材。你说过，你不想让别人的命换我的功德。他不是在撕规则，他是在用战神的命格对整个补劫体系说，那些毒死的灵脉、碎了的银纹、被天条永远抹掉的名字，我来填。天亮了，主人，你做到了！主人，等我！所有他以为没人看到的瞬间，所有他藏起来的伤口，所有他咽下去的疼，他从飞升台上跳下来之后，每一天都在拿自己的命填我的命，而他做这一切的时候，从来没有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很多都是你。还在，还在。阿荣、宁荣，以本命灵光恢复无名补劫者性命。墨川，以战神命格反向冲销补劫因果，俱归位。落款：沈洁仙、堕仙、枯骨笔、胡庆。300年了，第一次在补劫杖的末尾写以清偿，而不是魂散。墨川最终以战神命格之力反向冲销补劫因果，俱归位。所有无名者的亏空同时被填平，归位金光崩解为满天碎屑。飞升台误劈战神是我捏的雷，事后补劫杖的所有消耗
都是我犯的错。我压仙级，不对，我没仙级了，压我的命。还不够，你的命不够抵他的命。仙级是名册上的名字，天龟司一笔划掉就没了，所以我被削仙级之后，没了仙凤，没了品级。但仙骨不一样，仙骨是长在灵脉里的东西，天龟司划不掉，只能等它自己慢慢烂掉。我这副仙骨本来就是半死不活的东西，被打入畜生道变成豹子之后，它在体内沉睡了好几个月，化形成人之后也没醒。凡间灵气稀薄，大概要烂上几十年才化干净。与其让它烂，不如趁它还有用，送出去。主人，不行！你的仙骨是你身上最后一点仙根，没了仙骨，你此生再无飞升可能。我知道，我本来就没打算再飞升，飞升台上蹲了那么多年，蹲够了。再说了，飞升了还得上班，不上班更好。主人，你松手，他不能，他没有仙骨了，这辈子就真的回不了天了。上次当豹子的时候，你拿月光救我，现在换我，不用月光，用我自己的东西。主人，你的仙骨以后回不去了。回不去就回不去，我又不想回去。天庭那个破地方，地砖都是劣质仙石，踩上去嘎吱响。凡间的石头比它好多了。可是你的灵力，有你在就行。你养我，反正你养了3回了，有经验。补劫杖暂停，命数不是不能改，是不能由我改。你还有账没收？对，白尾补12节，魂散。所补者栏写着你的名字。你每天路过审劫门门口的时候，它的银纹连着你的命格，你应该感觉得到。但你把感知关了，命不翻一页就关了。你知道白尾最后一次蹲在审劫殿门口是什么时候吗？是你劈完辉尔的补劫杖那天。你在命部忘签了合理消耗，他不是被你害死的，他是等死的，等了几百年，等一个不会回头的人。墨川刚才替你清了劫数，他的命格之力灌进银纹的时候，白尾的12节也清了，但白尾的名字在你命簿上被划掉了，我要你亲手写回去。你主人终于回头了。你的鲜血，我和你不一样，我看过的东西太多了，3000多笔补劫杖，每一笔我都记得。现在天规改了，新规里没有我的位置，我也不需要那个位置。你的哭留给你，白尾的银纹碎片还在上面，它是你的，不是天龟司的，不是补劫杖的，是你的，你自己收着。胡切，你这些年住在哪里？这些年，玄硕，从你削我仙级到现在已经300多年了，你连时间都不记得了。仙级削了你记一笔，被你削的人活了多少年你从来不记。我住在飞升台底下，和辉尔、青石、落霜、白尾，和所有被你劈成合理消耗的无名者住在一起。我没有仙级，没有仙凤，没有去处。飞升台底下的碎石堆是我的床，枯骨上的荧光碎片是我的灯。300年，我每天都在收集你劈过的每一笔补劫杖的残片，一片一片捡。300多年里捡了300多片，每一片我都记得名字。胡切，你要我怎么做？我不需要你做什么，我只需要你记住，白尾的名字是我逼你写上去的，不是你自己主动写的。你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主动为一个被你消耗掉的人做过任何事。这是飞升台底下最后一片无名残片，它没有名字，它的主人把它遗忘得太彻底，连我都查不到它是谁。你拿着它，等到有一天你不需要任何人逼你，自己就会把这个名字找回来的时候，你再来找我。别动，你头发又打结了。怎么了？天庭有诏，我们怕是得上去一趟。我和主人也能去吗？主人，这地砖还是嘎吱响，天龟司真的没换过。废话，
天龟司什么时候换过东西？连我的述职报告都是同一张纸印了几百年，纸边都卷毛了。你们述职报告那张纸还是我给玄少整理命簿的时候偷偷换的，原来那张已经看不清字了。你换的？换了好几次，每次你末位淘汰公制出来之前我就提前换了，不然你连申诉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格子里填名字。行，这辈子欠你太多，下辈子接着欠，下辈子你还是我主人。废话，换了主人你不得哭？宁荣，初代补劫体直系后裔，你该下来了。